一名自称山东凯哥的大陆男子，竟然在网络上公开影片，声称从福建驾驶橡皮艇偷渡抵达台湾桃园的沙滩，甚至插上5星红旗挑衅，全程拍摄还平安返回大陆地区。与此同时，另外一起中国大陆父子偷渡案也被海巡查获。这只是单一事件吗？还是中国大陆正以新的手法进行认知作战与灰色侵扰？面对越来越频繁的小型目标渗透行动，台湾现有的雷达与海巡体系是否足以全面监控这类小型海上目标？又该如何整合海军与陆基系统，补齐防线漏洞？今天带您深入剖析事件背后的战略风险与防卫破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我是施孝伟。每周二晚上8点，请荧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要帮我们抖内啦！要感谢 RexTube 1116郑顺仁，抖内有您的支持，我们的节目会越来越好。这一次的这个偷渡事件说真的是怎么回事嘞？这个实在是让人看到觉得是不知从何说起是好啊！这个叫山东凯哥的家伙呢，在网络上放了一段影片，宣称他受到玉皇大帝托梦该如何如何，然后呢就驾驶了一艘大概3公尺不到的动力橡皮艇，注意是动力橡皮艇，然后呢就从福建的一个机场附近，他说就从机场附近呢下了水，然后呢花了10来个小时，开到了台湾桃园，然后在桃园以后呢，位置呢是约略在这个观音芦竹的这个海边，也就这个影片到底是真的呢，还是 AI 合成的呢，还是怎样呢？我们的好朋友温约瑟他其实做了这个地貌比对，温约瑟是这个台湾目前来说这个地貌比对高手，他依照他影片里面背景所呈现的几个这个风车，也就是我们讲的风力发电机这个岸基的这个风力发电机，还有地上一些这个防风林的以及呢防止这个沙滩被海边侵蚀的这一些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设施，还有包含他插那个5星旗他所宣称的时间，然后从这个5星旗底下的那个影子所呈现的这个角度，他觉得这个影片是真的。后来当然海巡经过比对，也默默的承认了很心不甘情不愿的承认了这个影片是真的，他是真的驾了这条橡皮艇呢跑到我们的这个岸上来，而且可以算是这个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的这样录了这段影片。另外一则事件呢，其实也是大陆的一对父子他们在哪里？他们选择在金门水域要进行这样一个偷渡，但是呢，好死不死，他们被我们海巡所配备的红外线热影像仪呢给发现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的海巡呢迅速的出动小队，然后呢将其包围，并且说乖乖束手就擒，否则如何如何。那其实呢，他们2个就被捕获了。那当然，你说这之间的这个事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也不可否认的，的确就是第一台湾由于本身海岸线非常绵长，但是呢，我们现在整个海巡的这个兵力，海巡有分的2个部分，一个是海巡另外一个是岸巡。那岸巡的这个部分呢，它其实就是海巡部署在陆上的部队，就是古时候我们国军的那个陆军的这个岸巡部队，就是海岸防卫单位。那后来呢，就转化为这个海巡的岸巡单位。那这些岸巡单位呢，他们的岗哨往往一个跟一个之间距离相当的遥远，而且呢，其实虽然说海巡的这个岸巡单位，它也有这个海上的这个搜索雷达，但是整体来讲，它的这个海上的搜索雷达，它的效益并不如大家所以为的大大小小通通可以侦测，或是远远近近通通看得到，并没有那么优异。它其实呢以这个海上的目标来说，它还是需要有这一定大小的目标以上，才有办法在雷达上面成像。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在这种岸巡的这种单位呢，很多也配附有这个所谓的红外线的热影像仪，借由红外线热影像仪来去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人进行偷渡如何？那你就会说，大白天的红外线热影像仪也有用吗？对不起，还真的也有用。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物体，包含你的人、沙、水等等，它吸热的那个系数都不一样，所以它吸到热以后呢，会被太阳晒了以后，它呢会经由它每一种物质的这个特性，其实会呈现一个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景观样貌。所以你人在里面走的时候，因为你人会比其他周边的这些物体都要热嘛，对不对？所以你人就会显得说感觉好像特别亮一块所以呢，岸巡单位往往要靠这种红外线的这样一个侦测系统来抓这些这个奇奇怪怪的这种人类。那但是呢，这些红外线的这个热影像仪呢，有时候这个我们的岸巡单位的这些人呢，他们拿了这些装备以后呢，他们通常不是在该办正事的时候拿出来看他们喜欢在什么时候晚上来看有没有在海滩上幽会的情侣，幽会情侣看到说那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红外线的这个热影像仪 zoom in，然后呢甚至常常就把它搞到坏掉。所以这个地方有时
时候我也必须说，我们的岸巡真的是难辞其咎了。那当然，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海上的这个雷达系统来讲，其实我们的这个海上雷达的观测，基本上的确是有海军的雷达系统，还有海巡的雷达系统，双重之间呢是有加以重叠的。海军的雷达系统，它其实呢，以目前来说，在国内它很多其实是在高山站台上，另外在海边也有。你看到这个海边有这个空军雷达站，或者是呢海军的海风大队附近啊，就绝对会有这种海军的这样一个雷达。那同样在高山站台上也有啊，像如果很多观众朋友啊，这个喜欢呢从这个阳明山下去金山玩，或从金山开车到阳明山的话，你走阳金公路，有时候就会看到旁边的那个小观音山旁边那个松山呢有2个雷达站，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我这样讲也不是泄露任何国家机密，因为你只要有眼睛，天气好走过去你都看得到，包含我们的背景你也看得到，就是我们说的大屯山雷达站。那这个雷达站它其实分2个部分，一个是空军的雷达，一个是海军的雷达，2个其实在地理上约略相距大概差不多1公里多，而且海军的雷达它很特别，为什么？它的那个整个装置的海军雷达的那个建筑的最前方还摆了一门方阵快炮。那方阵快炮就是预防如果万一敌方有反辐射飞弹飞过来的时候呢，这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方阵快炮将它顺利的击落，然后形成一个最终一道防线。反而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空军的就没有这个方阵快炮也装一门在前面？这个搞不太懂不过不管怎么说，当你看到这种山上有雷达的时候，它有时候是海军的，有时候空军的。那海军它就会依照我们刚刚讲的岸边的这种雷达，然后在高山上的这种平面搜索雷达，去建构一个他们的这个作战的战情网络的资讯系统。那等于说，我们海上舰艇跟陆上雷达相连接之后，就可以把台湾周边的海面建制一套完整的这个战情资讯系统。这个时候呢，海巡其实也有他们自己的雷达。那同样的，海巡的雷达也会装在他们所有的包含像港口的那个港巡哨啦，或者所有的岸巡单位的岸置的这样一个兵设这样上面，然后去对周边的海域进行相对来说短距离的搜索。那这个时候，海巡的这个舰艇，他们一样也会在海上巡弋的时候，把他们的雷勤跟岸上的这个管制中心相通联，然后建构一个完整的雷达系统。但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它其实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呢，它的这个雷达的这个系统它本身其实它所侦搜的距离也有可能会受到天候或各种状况的影响，导致于不是那么的理想。那另外，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又会问到乐山雷达，乐山雷达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说，建制的时候就有要求能够收集海平面的目标其实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澄清一下，乐山雷达它是一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那它这个相位阵列雷达呢，很重要一点，它其实原先设计的目的是要侦测对方的弹道飞弹，也就是当弹道飞弹从那个地面发射以后，弹道飞弹预警卫星一旦侦测到这种弹道飞弹或者火箭升空的时候呢，那个奇特的那个闪光，在光谱系数上非常特别的一个频带的光线呢，被这个人造卫星侦测到以后，那这个时候乐山雷达这种长程预警雷达就会把它的侦搜的这个天线电波朝向那个地方看，然后当它看到飞弹开始上升的时候呢，它就要开始对这个弹道飞弹开始进行它的轨道的预测的这样一个测绘。那但是因为我们台湾装平面阵列雷达，也就是我们称为这个扑爪雷达的时候呢，由于也有这个军方有人提出说，那这个扑爪雷达你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只有看弹道飞弹吧，我们要看一看巡弋飞弹等等。所以雷神公司当初为了提供我们台湾这一套独有的这一套这个扑爪雷达呢，还对它的这个包含侦搜的这样元件，还有呢作业的软体都做了修改。所以我们的乐山雷达它不但能够看弹道飞弹，其实还能够看低空飞行的巡弋飞弹。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不管弹道飞弹也好，不管巡弋飞弹也罢，它的速度都非常快。那这个时候你贴在海上的这个小目标呢，其实说真的不是乐山雷达所能够看的。所以这边呢要跟大家讲清楚，乐山雷达并没有办法看到海上这些小型目标。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海军的雷达在山上跟海边这种所有的这个阵地里面，他们有建立一系列他们所谓的关通雷达。那这套关通雷达呢，它并不负责所谓的射控，而是呢将整个雷情获得以后呢，去组织一个叫战场图像。那同样的，海巡它其实也有周边的这些雷达，但是未来我相信以我们国家的规模跟我们现在海上的这个压力我个人认为海军的这个雷达未来一定要跟海巡的雷达进行这种所谓的这个通联，也就是利用类似像这个资料链，不管你是用这个海军的大船系统，或者是那个其他的这个系统，把它链接在一起以后，要能够为台海周边组成一个综合的海上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空中的预警机、乐山雷达，他们基本上都是看快的目标，像空中的那个E2鹰眼预警机，它甚至于在设定的时候，它会自动设定把这种移动速度就是A 点到 B 点，它移动的这个速度40节以下的这个物体它把它滤掉。
当场这个滤波。为什么？因为我预警机，预警机我是要看空中的目标啊，敌方的战机啊，或者什么这种各类的这飞机速度有低于40节，也就是每小时72公里的嘛，不可能吧？飞机不可能低于每小时72公里吧？除非是你动力飞行伞，好不好？那动力飞行伞要能够飞过台湾来的话，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空军的预警机基本上只看那种速度是大概40节以上的这样一个物体，这样它才能够把这个大量的目标去简化到有可能是敌方军机的目标。那同样的，乐山雷达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它又要看弹道飞弹，又要看巡弋飞弹，它自然不可能看那种时速20节不到的这种小东西。这个是威胁，这个也是威胁，那绝对会让它的资讯量爆炸，甚至于到无法处理的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未来海军的雷达透过这个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关通系统跟资料链，要组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综合状况平台。那海军有他负责的部分，海军有负责的部分，也就是海军跟海巡其实还是要建构一个共同战场图像，这样才可以。那当然，海巡署未来也计划在滩岸进行这个24小时的这个岸际监控系统，这样有什么帮助？其实我们刚刚讲这种24小时的这个监控系统，其实就要运用到大量这种所谓的无人化的这样一个装备。什么是无人化的装备呢？也就是说，它这些装备它其实可能是要具备 AI 人工智能的。那在海边呢，它透过这种包含像夜视镜或是那个红外线热影像仪，然后以及呢这种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海面搜索的这种雷达，对海面上的这样一个物体它要包含透过雷达去侦搜可疑目标。然后再用热影像仪呢去确认可疑目标的形式，或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甚至于如果说是夜里也有发生的话，那就要包含像夜视镜跟这种红外线热影像仪一样，要双重一起使用。为什么？因为红外线热影像仪也是有些缺点的。如果说今天湿气过大或者说是这个海上的这个海象不稳的话，对不对？红外线热影像仪的效果呢，基本上也会打折扣。它跟雷射巨测等等都是会受到光学外在的这个环境的影响，而影响到它这个一定的这个侦搜程度。所以呢，雷达也好热影像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夜视系统也好等等，三者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所以未来这个24小时岸际监控系统，基本上就要有这一系列的这个元素加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让我们的海边让我们的海防能够滴水不漏。而且呢，其实不管不只是科技的部分，或是这些装备的部分，其实相对来讲还有人的部分呢。那像我们这些港口的这些安检人员，其实也要提高他们的训练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进来，甚至还有这个一个新闻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大陆人在海外登上了另一个国家的船舶，然后到哪里呢？到台湾或可能到台湾那个港里面呢，然后呢他在借由工作中介再跑到另外一艘船上，然后呢就跑到岸上来了在岸上玩了好几个月才向那个台湾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执法单位自首。这其实也是构成了这个国安上面一个大漏洞。如果说今天他这样渗透进来，他是有心要进来，或者要有心进来之后进行渗透跟破坏，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让这么多人呢莫名其妙的就从这些漏洞跟上进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就必须说，不管是海巡也好爱巡也罢这个相关的这种海岸防卫司法警察，你必须要拿出你的这个职业的敏锐性，还有呢针对你的这个执法的恒常性跟专业性来应对这一切这样海上的这样一个可能的渗透行动。因为不管怎么说，这种平常进来的，不管是不是对岸有关当局刻意的这样来执行，但是如果像比如说前2天那个山东的这个青年驾个橡皮艇这样的登陆成功，插旗成功，伤害性没有，但侮辱性极强。其实对岸也会发现对岸他们也会透过我们台湾新闻报道，有关单位发现台湾搞了半天这么好渗透，这我也可以记上一笔，未来如果有需要时可以把它列为这个作业的这个模式之一。这个其实也是会必须要让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当然，现在我们也要问说，我们的海军跟海巡是面对这个大陆的情况，我们有没有办法处理？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们的这个海巡的这个部分呢，它另外也有这种所谓的港口巡逻。港口巡逻其实它必须要应对这个港口巡逻的强化进出船舶的这种安检不管你是大的商轮船也好，小的渔船也罢，你都必须要去强化你的安检。其实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仿效美国的海岸防卫队，就是 US Coast Guard， 建立了不只是海上的侦检或者海岸的巡防的这样一个单位，每一个港口呢也必须要派驻固定的这种特战队员，也就是它的这种港巡单位。那这个港巡单位呢，甚至于要有比较良好的这个武装配备，才能够针对你港区附近呢进行更好的这个海上安检跟海上保安之所需去年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看到美国海岸防卫队它那个港巡单位，它的港巡单位不但就是有配备各种的这个轻重的这样一个武器，有专业的武装巡逻艇，然后甚至于人员都还配附这个4级的抗弹钢板，而且是这种合围式的。然后另外那每一个特战小组的那种队员真的就像这个那个海豹6队一样
啊，这个装备啊穿着非常迅速，然后呢，而且能迅速啊登船出海哈，进行啊各种海上零安检的这样任务。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值得我们的海巡借鉴，也希望我们的海巡能够早日建立类似这样的能量。这时候如果呢有任何在台海周边呢这种非法的这种海上活动，那我们的这个海巡呢才有办法及时快速的将它这个逮捕归案，或者是将它缉捕，或是及时的驱逐，不要让它进到我们的这个海岸线或者说不管是近邻水域也好或是我们的领海也罢才能够将它阻隔在外切实执行我们的执法权。好，那未来对于台海上的目标侦搜，是否有比目前更好、更有系统的方式？我会在会员专属影片中，请订阅频道，加入会员，解锁更多军武会员的专属影片。如果今天重心进行不管是左转